单车保养2000块。老王，你今天是不是穷疯了？气刹系统全套排查，4个轮子全换正品原厂刹车片，加上达标的重载机油，这个价1分没多算你的。1分没多算，街口新开的那家修理厂，人家给我的单车报价才1200，你这直接贵了800。我车队50辆车，这就是4万块钱的差价。你别光算钱，你过来摸摸这刹车骨内壁，有感觉吗？这叫热裂纹。你们车队天天跑山路，上一批用的副厂刹车片硬度不对，已经把骨磨伤了。别跟我扯这些专业一词，我只看结果。车现在不是好好的能跑吗？能刹住不就行了？现在能刹住，是因为还没遇上长下坡，重卡满载49吨，连续下坡10分钟。副厂刹车片温度一旦超过300度，直接碳化成粉，到时候刹车踏板踩到底都是空的，那是玩命。哼，玩命？我看你是想玩我的钱包。总公司这个月给我下了死命令，降本增效，保养费用必须压低30%，你不给我降，我就得自己贴钱。钱队长，我师傅昨天为了查你们那辆头车的漏气点，在车底躺了3个小时。你嫌贵，原厂件进货价就在那儿摆着，我们总不能往里倒贴钱吧？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我是甲方，我是花钱的，你们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小李说的没错，配件的进货单就在这儿，你可以自己核对。原厂件贵有贵的道理，那是保命的底线。我可以不收你的工时费，但配件规格绝不能降。行，老王，咱们合作5年了，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实在人，没想到你现在也成了只认钱的谢血雷。我如果不实在，大可以像别人一样，拿旧片翻新喷点黑漆卖给你。正因为我实在，我才告诉你2000块1分不能少。少拿这套吓唬我，人家大强气服的老板跟我保证了，1200连片带油全包，还包3个月售后。你要是今天不降到1200，咱们以后的生意就算断了。1200，那个价连一套正品刹车片都买不回来，他们肯定用假货。我不管他用什么，我只管我的账面好看。老王，我再问你最后一遍，1200，你做不做？做不了。好，你有骨气。车队剩下的49辆车，你1辆也别想碰。明天我就让司机把这辆车也赶走。开走可以，但单子上我标注了危险项，出了这个门，刹车再出问题，坚盾汽修厂概不负责。呸！咒我是吧？老子以后要是再踏进你这破店半步，我跟你姓。小李，把车给我放下来。师傅，真让他走啊？这可是咱们最大的客户。放车，让他走。记住，宁可店关门，绝不动歪脑筋去赚那种带血的钱。死脑筋，你就抱着你的原厂件喝西北风去吧。师傅，隔壁那几家都在用副厂件，都没出过事儿，就您非得较这个真儿。现在好了，下个月的房租都没着落了。没出事儿，是因为老天爷还没跟他们算总账。收拾东西，把里头那台车床擦干净。咱们还要接活吗？不接了，这地方留不住规矩。明天去退租，咱们搬去物流泉外头的国道边上。去国道？那里连个遮雨的棚子都没有，除了过路车哪来的回头客呀？饭做得干净，总有人吃得明白。车修的实在，命会替他们选。走吧。气死我了！真当地球离了他王家就不转了？哎呦，钱队长，这是哪阵风把您这尊大佛吹来了？快尝尝我刚泡好的大蚝，去火气。还不都是那个老王，仗着跟车队合作了几年，尾巴翘天上去了。我让他把单车保养压到1200，他倒好，给我甩脸子，说1分钱不能少，1分不少。他王姐也太不上道了吧！现在的物流行业多难做呀，运费天天跌，您顶着多大的压力在给公司省钱？他一个修车的，一点大局观都没有。谁说不是呢？上面压着降本的死命令，我这要是压不下来，年底奖金全泡汤。哼，他满嘴的专业名词，张口闭口就是保命，
弄得好像我不让他用好件是在害人一样。钱队，您这就外行了不是？他那是忽悠您呢。什么原厂件、保命件，不都是2块铁皮夹一层石棉？他非要用那个所谓原厂的，无非就是里面的利润空间大，他自己赚得多罢了。可是他说我们车队跑山路多，要是不用原厂片，下坡的时候容易刹不住车。呵呵，吓唬谁呢？您去外头的国道上看看，满大街跑的挂车，有几个用得起原厂片？不都用的是副厂片？我实话跟您说，我这儿有一种高仿特供件，模具跟原厂一模一样，硬度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价格只要原厂的1/3，刹车效果真没区别，效果一模一样。刚装上可能有1-2天的磨合期，稍微有点软，但跑2趟山路踩几脚就磨合好了，安全绝对没问题。我这周边几10个车队都在用，从没出过事儿。那机油呢？老王非说要换什么重载专用的全合成机油。换什么全合成啊？大货车吃粗粮的命，用那么细的油干嘛？我这儿有大桶的散装机油，粘度够，润滑没问题。刹车片加上散装机油，您车队那50辆车单车保养，我给您按1200算，一口价。1200，行，这个数字我拿回去，总算能跟公司交差了。交差归交差，钱队您的个人辛苦也不能白费不是？50台车来回调度，多费心啊！赵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公司可是有规定的，不能拿回扣。哎，看您说的，什么回扣不回扣的多难听，这就是我老家的特产新茶，给您拿回去润润嗓子的。赵老板，你这人就是实在。我这人做生意讲究一个交心，只要您把车队交给我，我保证把账面给您做得漂漂亮亮的。至于车上的事儿，您放120个心，出不了岔子。所有司机注意，从今天下午开始，所有的车不再去王坚那里做保养，全部开到园区东门的大强汽服。谁要是再私自跑去王坚那儿，保养费自己掏腰包报销不了。大气，前队办事就是雷厉风行。您放心，下午车一来，我立刻安排4个工位同时开干。质量你必须给我盯紧点，虽然是副厂件，但别让司机们看出来差别太明显，免得他们在群里瞎嚷嚷。您懂的，副厂件咱们也喷黑漆，打上原厂的钢印，他们光看外表，绝对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叫合理优化成本嘛。这话我爱听，合理优化成本。行了，我先回去开会，下午头一批10辆车先进你的厂。您慢走，回头我请您吃个便饭，咱们再好好聊聊后续大修业务的优化方案。大黑，小张，别睡了，马上去库房，把那批生锈的翻新刹车骨翻出来，拿砂纸打磨打磨。下午顺达物流的大渊果要来送钱了。老板，那批骨都磨出很深的槽了，再打磨就太薄了。挂车用那种骨，万一下坡裂了怎么办？轮得到你操心？1200的预算，还想用新件儿？裂了也是他们司机踩刹车踩得太狠，把那些旧机油也倒进新桶里勾兑一下，干活去。知道了，老板。师傅，咱们搬到这儿都快1个星期了，除了2条流浪狗，连个活人的影子都没见着。再这么耗下去，这泡面我都快吃不起了。沉住气，国道上跑的长途车多，总有遇到急茬的。干咱们这行，3年不开张，开张靠手艺。手艺？手艺管饱吗？您看群里那些同行发的，大强器物那边这几天忙得脚打后脑勺，顺达物流的车排着队去送钱，人家赵大强那是天天大鱼大肉，咱们在这儿喝雨水。你要是眼红他赚那种昧良心的钱，你现在就可以收拾铺盖去他那儿干。我王坚教徒弟，第一条就是手必须干净。师傅，您别生气，我就是觉得憋屈。咱们明明用的是好东西，怎么就被当成贼了呢？这世道劣币驱逐良币是常有的事，人都只看眼前那几百块钱的便宜，但大过车这东西不会骗人，你给他吃什么药，他在关键时刻就给你什么样的命。操，见鬼了！这破气阀怎么又卡死了？师傅，来活了！
师傅，车怎么了？别站在路边，当心后头有车追尾。刹车气压打不上来，踩下去软绵绵的。老板，你这小破店能修重卡吗？下坡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表气压掉得特别快？而且松开刹车的时候，后桥有呲呲的漏气声。哎，神了！你连车都没上，听就能听出来。不用上车。你这车上一站是在哪儿修的？上一站在服务区。那家店的老板说我后桥的制动总泵坏了，让我花8000块钱换个新的。我嫌太黑，硬是靠低档令被憋着速度开到了这儿。你要是也跟我说换总泵，那我马上走人。8000，那也太黑了吧！我们师傅从来谁告诉你总缸坏了的？你总缸一点毛病没有。没坏，那这气压，那怎么死活上不去？是季动阀里头的橡胶皮碗老化了，遇冷收缩卡住了排气口，小毛病，换个阀门就行。那换这个什么阀门多少钱？配件带拱时总共350，不过我没有副厂件，只有原厂的。多少？350？不是老板，前面服务区可是要我8000，你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吧？我这人修车1是1，2是2，坏了哪里换哪里。你要是不信，我10分钟给你换好。打得上气你付钱，打不上我分文不取。好，你要是真能350给我弄好，以后我这台车只要跑这条线，全扔你这儿保。小李，拿22的梅花扳手，再拿一个原厂的机动阀过来。铺垫子，干活。好嘞，师傅。这年头，国道边上还真有这么实诚的手艺人。气压上来了，8个压，稳稳当当。兄弟，你这手艺绝了啊！别高兴太早，你不仅这阀门有问题，你车头右侧的刹车分泵也有点回位不良，最好找个时间拆开清一清，不然费油。老板，不，大哥，这钱您拿着，不用找了，多出来的算是我请您抽包烟。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救了我的急啊！规矩就是规矩，350就是350，我不拿回扣，也不收多余的钱。你走吧，雨大，山路慢点。大哥，怎么称呼？坚盾汽修，王坚，坚固的坚。王大哥，我叫老铁，咱们跑长途的司机有个通讯软件群，您等着，今晚我就把您这店给您喊响了。赵老板，你这给我换的到底是什么破玩意儿？这车我没法开了。大头兄弟，这又是发哪门子火啊？刚给你做完大保养，机油、刹车片全力全换新的，这车开起来还不得像飞一样？我差点没一头栽进前面那辆半挂的车屁股里去。我刚才就在园区外面的平路上试了一圈，一脚刹车踩下去，软得像踩在棉花上。这要是上了山路，你让我拿命去填吗？大头兄弟，你是老司机了，怎么连磨合期都不懂？新换的刹车片表面那层保护膜还没磨掉，刚上路肯定有点软，多踩2脚不就好了吗？少拿这套外行话忽悠我！我在老王那儿换了5年刹车片，原厂件换上去，第一脚踩下去就是死硬的，哪来的保护膜？你别是给我用了什么来路不明的3无副厂件吧？大头说的没错，我那辆车昨天在你这儿弄完，今天跑了一趟短途，排气管冒蓝烟，我怀疑机油也有问题。对啊，赵老板，你这到底用的啥配件？哎，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我这可是钱队长亲自拍板定的供货商，你们现在说我的配件不行，那意思就是你们钱队长瞎了眼，故意买劣质品坑你们喽！你别拿钱队长压我，命是我自己的，今天你必须把我的轮子拆下来，我要看看那刹车片到底有没有厂家的钢印。吵什么吵？我在楼上就听见你们在下面咋咋呼呼的，这还让不让人干活了？钱队长您来的正好，赵老板给咱们换的这批件绝对有问题，我刚试车，刹车根本站不住脚，您让他拆开查查。钱队，您给评评理，我这给车队用的全是最具性价比的定制件，大头兄弟开惯了王先那种高价维修的车，现在有了落差感，就说我的东西有问题，这不是诚心坏您的降本工作吗？大头，这车队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这当然是您说了算，可是什么？上面每个月查油耗、查维修费，咱们车队超标多少次了？
每次都是那个王坚给开天价。现在好不容易找了赵老板帮咱们把成本压下来，你们就挑三拣四。钱队，省钱不能在刹车上省啊！我们明天还要跑鹰嘴岭那条线，那边可是15公里的长下坡呀！哼，少拿鹰嘴岭吓唬我。王坚也拿这个忽悠我，你也拿这个忽悠我，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怎么以前跑鹰嘴岭就没事？说到底是你们这帮人驾驶习惯不好，喜欢踩急刹车。从明天起，谁的刹车磨损超标，从工资里扣。钱队，您这是要逼死我们呀！大头，公司现在困难，大家都要体谅。等过了这阵子，奖金给你们补上。去吧，回车里歇着，车没问题。行，既然您钱队长都这么说了，我这贱命一条，我开。赵老板，虽然我帮你压下去了，但你也给我兜个底，这批件到底能不能挺过去？钱队放心，100个放心，保证出不了事儿。就是踩下去的手感稍微软点，多踩踩就行了。那就好。明天鹰嘴岭的专线按计划发车，3辆重卡，货值加起来1000多万，千万不能掉链子。师傅，这废机油兑上齿轮油的增稠剂，真的能当新机油加进去吗？万一发动机拉缸了？闭上你的乌鸦嘴！拉缸了怎么了？大货车皮一时半会儿坏不了，真要是拉缸了，大修发动机不得要个2、3万？到时候那钱还不是进咱们的口袋？可是师傅，这批刹车片我刚才拿砂纸磨了一下，里面全是一粒粒的碎铁渣和不知道什么树脂，根本没有石棉纤维，这可是要下长坡的呀！高温一烧，这玩意儿会直接碎掉的。小子，你听好了，1200的预算，我不拿这批80块钱的无标翻新件顶上去，我拿什么赚钱？拿什么给钱国光那只吸血鬼买名茶？他们要便宜，我就给他们便宜。至于下坡刹不刹得住，那是司机命不好，关我屁事！出去干活。师傅，王坚啊，王坚，你倒是清高，我看你能抱着你的良心清高到几时？这片修车市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师傅，老铁那天晚上走的时候，不是说帮咱们在什么通讯软件群里宣传吗？这都过去3天了，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他不会是敷衍咱们的吧？萍水相逢，人家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你指望别人几句话就能把生意做起来？赶紧把地上那滩油污清理了。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咱们凭手艺吃饭，凭良心用料，结果现在只能在这儿拍苍蝇。大强气服那边倒好，天天排长队。师傅，大生意来了5辆13米半挂。各位师傅，修车还是加水？哪位是王坚王老板？我是王坚，车怎么了？对上了，老铁群里发的照片就是你。老板，我叫老郭，跑江藏线的。老铁在咱们那个全国长途重卡互助群里把你吹成活神仙了，说你听诊摸脉比仪器还准，350就把他憋了一路的暗病给治了。这不，我们车队正好路过，我专门带弟兄绕了20公里神道来找你。老铁哥真够意思啊！几位大哥，车有什么毛病，交给我师傅，保证手到病除。兄弟，不瞒你说，我这车最近半年得了个富贵病，严重吃胎，左前轮和右后轮的轮胎跑不到3万公里就磨平了。这半年我光换轮胎就搭进去2、3万了，找了4、5家大修理厂，有的让我换大架，有的让我换整个前桥，开口都是1、2万起步，我没舍得。换前桥，纯属胡扯。大架要是不受过重创，哪那么容易变形？对呀，我这车从没出过大事故，怎么可能大架变形？可那帮修理厂就是咬死让我换。王老板，你给瞧瞧，到底什么毛病？不是前桥，也不是大架，是你底盘上的平衡轴拉杆胶套磨损不均，加上右侧钢板弹簧少了一片，导致车身在高速行驶时处于轻微的扭曲状态，俗称甩尾走直线，轮胎就这么被硬生生搓平了。就这么点东西，那换这个拉杆胶套加钢板得多少钱？拉杆胶套原厂的120一个，你需要换2个，右侧钢板配一片原厂的280，加上工时费和4轮定位，
总共700块钱。700！王老板，你不是在拿我老郭寻开心吧？别人要我2万，你这只要700。我王坚修车不乱加项，不用假件，病灶在哪儿就治哪儿。你要是觉得700便宜，下次换轮胎再来找我。神了，真是活神仙啊！王坚大哥，就冲你这句话，你这个朋友我老郭交定了。小兄弟，赶紧的给我们换件。好嘞，郭大哥，您稍微坐会儿，我去库房拿原厂件，马上给您开工。王大哥既然这么神，顺便帮我听听我那辆车，最近发动机老是感觉提不上劲儿。还有我的刹车有点偏刹，帮我也调调呗。都排好队，按规矩来。人家王大哥是手艺人，给钱干活，谁也不准讲价，明码标价，童叟不欺。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我这儿只有正规原厂件，要是想图便宜用那种没厂标的翻新件，对不住，出门左转不送。哼，王大哥，你把我们跑长途的当什么人了？咱们赚的都是卖命钱，谁敢在车上省那几个底线钱？也就只有那种坐办公室拿死工资的傻擦机车队队长，才会为了省点保养费去用假货。你说的是谁？还能有谁？顺达物流呗。今天早上我们在物流园下货，正好看见顺达那帮车在隔壁大强汽服做保养。好家伙，大强汽服的学徒从库房里搬出来的刹车片，连个包乎乎的，一看就是旧料翻新的。顺达那个姓钱的队长还搁那儿美呢，跟赵大强称兄道弟的。是啊，我跟顺达的那个老司机大头熟，大头在群里都在骂娘了，说换了新件，刹车软的像踩在屎上。明天他们车队还要派3辆车去跑，一跑鹰嘴岭送精密一切。那条路用那种烂件，不是找死吗？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司机敢怒不敢言，队长只认回扣。真出了事儿，有他们哭的时候。行了，完了，不管他们。王大哥，你先忙我们的，这5辆车今天就算包圆了。小李，别磨叽了，把液压顶拿出来，动作快点。师傅怎么了？这么急干嘛？大强汽服的假件连试车都站不住脚，明天他们还要上鹰嘴岭，要出大事了。抓紧干活。钱队，这杯我敬您。要不是您力排众议，把车队的保养都交给我赵某人哪有今天这风光？您放心，这季度的保养费，我绝对给您压到预算线下面去。好说好说，赵老板办事我放心。今天去总公司开会，老总看了一眼这周的维修报表，当场点名表扬了我，说我给公司省下了真金白银，这降本增效的奖，下个月准能发下来。那是您有魄力，不想那个王坚守着那几个破原厂件，跟个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我看他那破摊子能在国道边上撑几天，估计下个月连裤衩子都得赔掉。哼，提他干什么？扫兴！一个修车的还真把自己当安全专家了，不就是为了多赚我几百块差价吗？装什么高尚？说曹操，曹操到。哼，这老小子估计是饿得吃不上饭了，打个电话来想服软求和呢。钱队，接，开免提，咱们倒要听听他王坚还能说出什么花来。他要是敢跟您降价求饶，您就直接把他卷铺盖骂回去。喂，老王啊，这大半夜的打电话，怎么国道边上的西北风喝饱了？哼，知道低头了。我告诉你晚了，我的车队现有固定合作。钱国威，别废话，你听好了，马上让你明天要走鹰嘴岭的那3辆车停运。王坚，你他妈吃错药了，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算老几敢管我的车队？哎呦，王老板，这是生意抢不过，急眼了，开始发神经了。你有什么资格命令钱队长停运？我不管你们在背后搞什么勾当，大强汽士用的那批无标翻新刹车片，成分全是劣质树脂和铁渣。今天下午你们的车在平路试车都刹不住，明天鹰嘴庙可是15公里的连续长下坡，满载40多吨的精密仪器，不出5公里，那批假件就会完全碳化。你想害死司机吗？胡说八道！少拿你那套危言耸听的把戏吓唬我！我告诉你，车上的配件我亲自验过，钢印清清楚楚。大强汽服给我的是最好的定制件，你这纯粹是同行嫉妒的无能狂怒。对，钱队英明，王老板，你这招也太下作了吧！造谣污蔑我的店，信不信我明天就去工商局告你诽谤？我王坚修了20年车，经我手的刹车从来没出过1次事故。钢印可以造假，但命只有一条。钱国威，如果你为了那点回扣，一旦出了事，你就是在杀人！杀人？我杀你大爷！王坚，你少在这给我戴高帽！我的车队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你不是诅咒我出事吗？老子明天不仅要走，还要带队走！我要让你睁开狗眼看看，老子没你那几块破铁衣，照样能安全把货送到！滚！钱队消气儿，消气儿，您别听那老神经病瞎掰扯，那刹车片稍微软点是正常的，绝对碳化不了。赵老板，我丑话说在前头，老王虽然嘴臭，但他的技术是真没话说。你那批配件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绝对没有。钱队，
您还不了解我吗？我赵大强再贪财，能拿司机的命开玩笑吗？他王坚这是狗急跳墙，想通过恐吓您把生意抢回去。您想想，您要是信了他的话停运了，明天这批上千万的精密仪器违约金谁赔？总公司还不立刻撤了您的职？你说的对，他就是想看我的笑话，我偏不如他的愿。明天早上6点，3辆重卡准时发车，我亲自在头车压车。我要让全物流园的人都知道，他王坚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废物。对，钱对霸气。明天等您安全到了，我看他王坚还怎么在国道上混。来，干杯！师傅，您看看这姓钱的，简直不知好歹。您好心好意提醒他，他不仅骂您，还要硬刚。咱们别管他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他钱国王死不死，我根本不在乎。但那3辆车上有3个靠跑车养家糊口的无辜司机。师傅，您要干嘛去？上车，带上全套抢修工具和最强光的手电筒。咱们今晚就去鹰嘴岭下坡口的避险车道旁边守着。去避险车道？师傅，您是觉得他们肯定会出事？如果不出事儿，那是我王坚修车20年看走了眼，我认栽。如果真出事儿了，那是1000多万的货和3条人命，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同行死在我面前。钱队，要不咱们还是掉头走国道绕圈子吧，宁可多跑200公里，多费点油钱。这刹车踏板今天踩下去，跟踩在烂泥里一样，我心里真的没底呀。绕路，货主那边卡死了，中午12点前必须卸货，延误1小时违约金就是10万，这个责任你来担还是我来担？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们说的？赵老板拍了胸脯保证过的，新建有磨合期，稍微软点是正常的。你一个开了10几年车的老司机，连这点胆子都没有？钱队，这不是胆子大小的事儿。鹰嘴岭这15公里的长下坡，连个缓冲的平路都没有，满载40多吨，只要刹车片稍有含糊，高温一烧，整个制动系统就全瘫痪了。老王昨天都专门打电话来警告了，咱们不能拿命开玩笑啊！闭嘴，少拿那个姓王的来压我，他那是生意做不成，存心诅咒我们出事。大强气飞用的可是带有原厂钢印的定制件，哼，怎么可能出问题？我告诉你大头，今天你要是敢不开，我马上让公司开除你，你下半个月的工资1分也别想拿。大头，钱队，起雾了，这路面有点湿滑。我刚才在平路上试了一脚，右后轮有很严重的异响，听着像是铁蹭铁的声音。要不咱们别冒这个险了。都给我听好，今天谁要是敢退缩，立刻卷铺盖滚蛋！只要把这趟货安全送到，每人额外发2000块钱奖金。挂上1档，打开排气站动，给我慢慢往下挪，发车。行，钱国威，你非要找死，老子今天就陪你走一走。真要是出了事，我做鬼也不放过你。钱队，不对劲儿，气压表掉得太快了，刚才打满的10个压，才踩了2个坡，现在掉到7个了。掉气压是正常的，用发动机制痛，别一直踩刹车，你点刹呀！我就是在点刹，但是点刹根本站不住车，这破刹车片摩擦力不够，只能靠死踩才能减速。而且，你闻到了吗？这是什么味道？是不是离合器烧了？不是离合器，这刹车片冒烟了。钱国威，你看后视镜，后轮已经开始冒白烟了。大头哥，钱队长，救命啊！我的车刹不住了，刹车踏板踩到底空了，一点阻力都没有，我的刹车也废了，全身焦苦味。钱国威，你个王八蛋，你给我们用的到底是什么烂件儿？我的车速已经到了60了，降不下档了。降档，大头，快降档别车呀！降个屁的档！车速已经起来了，发动机转速超过绝路3000段，强行降档，变速箱会直接炸掉的，我们失控了！大头，踩住啊，用力踩啊！我不想死，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啊！没用了，刹车片已经碎成渣了，气压报警了，准备等死吧。
大头，悬崖，前面是悬崖呀！大方向，往山体上撞，往山上撞啊！不能撞山，车速太快了，撞山整个车头都会扁掉，我们俩都会被挤成肉泥的。钱国威，老子今天被你害死了！老陈、老三，听得到吗？别管刹车了，全靠边，准备贴着护栏硬磨。磨不住啊，护栏外面就是崖底。大头，我老婆刚生二胎，我不想死啊！顺达的车，别动方向盘，看右边，右边30米是避险车道，冲进去。避险车道，钱国威抓稳了。老陈、老三，死死咬住我的车尾，跟着我往右冲。不能冲，那上面全是大石头，轮胎会爆的，货会全毁的，公司的精密遗材全在里面啊！去你妈的一切！命都没了还要个屁的货！给我死进去吧！老陈，跟上，跟上啊！师傅，车头没瘪，驾驶室还是完整的，人应该还在。大头，大头，还活着吗？能听见我说话吗？王大哥，我没死，老子没死！老陈、老三，你们还活着吗？活着！大头哥，我没死，我老婆不用当寡妇了。人没事就好，离车远点。刹车鼓温度太高，当心起火。小李，拿灭火器喷轮毂降温。是，师傅。王大哥，神仙啊！你真的是神仙啊！要不是你在这里守着给我们打灯，我们今天全得交代在悬崖下面了。行了，大男人哭什么？副驾上那个还喘气吗？喘气？他命比狗都硬。钱国威，你给我滚下来！货！钱国威，你现在知道看货了。昨天晚上王大哥警告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为了赵大强那点见不得人的回扣，硬逼着我们上山。现在好了，3辆车底盘全废，1000多万的一切成了废铁。完了，全完了！1000多万的违约金，公司会把我送进监狱的，我这辈子全毁了。你活该！昨天你在电话里骂我师傅那股嚣张劲儿去哪儿了？还说我们是同行嫉妒。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是谁3更半夜不睡觉，在这守着救你们的命？又是谁为了几百块差价把你送上死路的？王老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瞎了眼，是我猪油蒙了心。我以为能省下钱，我以为赵大强是帮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司机，我对不起你啊！钱国威，你的道歉我不需要。大货车的刹车片，哪怕只是劣质了1毫米，那就是通向地狱的门票。这教训，你不该跟我要，去跟交警和你们总公司慢慢要吧。钱队长，听见警笛声了吗？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我们3个司机绝对不会替你背锅。你和那个卖假件的赵大强，一个也别想跑。这车刚做过保养，谁给你们换的刹车片？孙勘察，昨天刚在物流园的大强汽夫换的，老板拍着胸脯说是原厂定制件，结果下坡才踩了几脚，全碎成渣了。
交警同志，您看看这个，纯正的劣质树脂合成物，里面连一根耐高温的石棉纤维都没有，全是铁粉和工业酵水。这种东西在长下坡路段遇到300度以上的高温，不出5分钟就会瞬间解体。你是这支车队的负责人，你们作为大型物流企业，难道没有车辆维保的安全标准吗？拿这种3无假冒伪劣产品上路，你们这是在谋杀！孙大哥，孙领导，我不知道啊，我是被那个修车厂的老板给骗了啊！这3辆车上装的可是价值1200万的高精度医疗仪器，全砸了！您可千万要在理赔单上签字啊！要是保险公司拒赔，我们总公司非扒了我的皮不挖呀！扒不扒你的皮，那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我只按合同办事。根据商业车损险和货物险附加条款第4条第7款，因被保险人主观过错，使用不合格、不达标或伪劣配件，导致车辆制动失效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有权绝对免责。免责，1200万，你们1分都不赔？1分不赔，不仅不赔，由于你们使用了伪劣配件，导致重大事故险情，我会立即将这份定损报告同步给运管局和工商部门。钱队长，你接下来要面对的不是怎么修车，而是怎么承担法律责任。听见了吗，钱国伟？这就是你为那几百块钱回扣换来的报应！你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老天爷都看不下去！钱国伟，关于你涉嫌在安全生产管理中严重失职，以及采购伪劣配件的具体细节，请你立刻跟我们回交警队配合调查。带走！老王大哥，你救救我！你去跟交警说，大强祈福的配件是你介绍的。不，你去跟他们说，你早就看出来了，这事跟我没关系啊！求求你给我作证啊！我警告过你，是你不听，现在的果你自己咽。带走吧。老张，今天中午去给我订个大肘子。顺达物流剩下的那40多台车，下午就要陆续开过来了。咱们赶紧把后院那批翻新的刹车鼓全搬出来，今天我要赚个盆满钵满。师傅，我刚才看那个长途司机互助群里说，鹰嘴岭那边好像出大车祸了，3辆半挂车冲进了避险车道，那车好像就是顺达物流的。放屁！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就算出事了，那也是司机自己驾驶技术不行，关咱们配件什么事儿？你少在这动摇军心，赶紧去干活。谁是这家店的法人代表？赵大强。我是赵大强。几位领导，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我可是正当经营的守法商户啊！正当经营。今天早上鹰嘴岭发生重大货运险情，3辆重扛刹车全部失灵，涉及货损上千万。交警和保险公司在现场提取的刹车侧片残骸跟你进货单上的批次一模一样，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并导致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冤枉啊，领导！那配件是有原厂钢印的，我也是受害者，是进货商坑了我呀，不关我的事儿啊！警察叔叔他撒谎，那批件根本没有钢印，是他让我用锉刀把旧件打磨平了，然后用喷漆自己喷上去的。库房里还有几十箱那种用劣质树脂压出来的假刹车片，还有用废机油勾兑的假机油，全都在后面。小兔崽子，你敢出卖我，老子弄死你！老实点儿。还敢威胁证人？去库房搜！完了，全砸手里了。我那是想赚点快钱啊，怎么就闹得这么大？你想赚快钱，赚的是别人的命钱，这种带血的钱，法律绝不容你。带走！这不可能！你们不能这么做！1200万的货物损毁，保险公司直接下发了绝对免责的拒赔通知书。钱国威，你胆子大的包天啊！为了每个月那1-2万块钱的维修差价，你敢把全车队的命脉交给一个卖假冒伪劣的黑店？你是不是觉得总公司的法务部是吃素的，判不了你的刑？刘总，我真的不知道大强祈福的配件那么劣质啊！我是为了完成公司降本增效的 KPI 指标，
我是想给公司省钱啊。交警大队那边刚才给我办了取保候审，说要等最终事故证证书下来。刘总，您看在我为公司干了8年的份上，您拉我一把吧。拉你一把？我现在恨不得把你从窗户扔出去。降本增效是让你优化管理流程，不是让你去买草菅人命的杀人配件。现在好了，运监局直接给咱们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剩下的47辆重卡全部原地趴挖，不经过最高级别的安全复检，一辆都不准上路。刘总，不好了，南区那边的几个大客户刚才在通讯软件里发疯了，催问我们的冷链车什么时候发车。如果明早8点前这47辆车不能恢复正常运力，咱们要面临的违约金恐怕比那1200万还要高出1倍，整个分公司的资金链都会断裂的。你跟我喊什么？去修啊！物流园附近那么多大修理厂，马上把车开过去，不计成本，把大强气浮装上去的那些破铜烂铁全给我拆了，换成正品。刘总，我能想到的办法全试过了，但是没人敢接呀。没人敢接，有钱都不赚，他们疯了吗？现在全行都知道咱们车队因为装了假件出了大事儿，大强气浮被查封，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哪几辆车的哪个部位用了次品，这就等于要在几十辆车里大海捞针排查定时炸弹。修好了是应该的，万一漏查了一个隐患再出事，接手的修理厂就要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没人愿意为了这点钱去背大强气势留下的黑锅呀。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分公司破产清算？刘总，我们这帮兄弟商量过了，车我们可以开，违约的雷我们也可以帮公司扛过去，但前提是这47辆车必须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去查去修，否则哪怕公司开除我们，哪怕我们去喝西北风，这车我们绝对不碰。大头，你是有经验的老司机，你是不是有门路？只要有人能在1个晚上把这47辆车的隐患排查清楚并修复，条件任他开。这门路原本就是咱们公司的铁杆合作方，是钱大队长为了自己那点见不得人的利益，硬生生把人家骂走，逼到国道边上去喝西北风的。你是说坚盾汽修的王坚？对呀，刘总，老王那个人虽然脾气臭认死理，但他的手艺绝对是物流圈这一片的神仙级别。如果是他来排查，绝不会漏掉一个隐患。昨天在鹰嘴岭，要不是王大哥早就算准了我们要出事，连夜开车去避险车道那边给我们打信号灯，我们3个司机早就连人带车摔进悬崖成肉泥了。现在整个长途货运圈子只认他王坚的招牌，只要他点头说这车能开，我们司机二话不说立刻上车点火。老赵，马上联系财务部，无论如何调出200万的紧急备用金到对公结算账户里。大头，你跟我走。刘总，那你今天就算把自己磕死在坚盾汽修的门槛上，也必须求王坚把这活接了。他要是不接，你就直接去跳江吧。走。师傅，听说今天大强气户被工商局连锅端了，赵大强带着银手镯被押走了，真解气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他早晚有这一天。师傅，顺达物流剩下的那些车现在肯定全趴窝了，您说他们会不会粘着脸再回来求咱们帮忙？求也没用，规矩被他们自己摔得稀烂，现在想让我去给他们擦屁股，我王坚不收破烂。王老板，久仰大名，我是顺达物流分公司的总经理刘建成，深夜造访，冒昧了。刘总大驾光临我这破地方，有何贵干？修车的话，明天赶早。如果是因为鹰嘴岭的事来找我做笔录，明天我会自己去交警队。王老板，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来是为了求您出山救命的。顺达还剩下47辆重卡，全部因为违配件停保了。明早8点再不发车，分公司面临的违约金就是天文数字。只要您肯点头，今晚连夜排查抢修，工时费我给您按市场价的3倍算，并且以后顺达所有车辆的维保全部签给坚盾汽修。三倍工时费，47辆车。刘总，你觉得这是钱的问题吗？王老板，在商言商，您要是对价格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再加。只要能让车明天上路，
条件您随便开。在商言商，刘总，你是个大老板，你算的是违约金，是利润表，但我王坚是个修车的，我算的是命。昨天晚上3辆车，3个司机，差那么10几米就全部碎在崖底了。你们为了降本增效，把司机的命当耗材，把我的底线当成是杀手坑钱，现在出了事，你想拿钱把我砸回去给你们擦屁股？我告诉你，我王坚嫌你们的钱脏。王大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瞎了狗眼，是我猪油蒙了心。赵大强给我送了2盒假茶，里面塞了2万块钱回扣，我就把车队交给他了。我以为能瞒天过海，我以为只要能刹住就没事儿，我差点害死了大头他们啊！我混蛋，我不是人。你确实不是人。你以为你拿的是2万块钱？你拿的是3条命的买路费。今天交警放你出来，是因为最终的定责书还没下。等下来了，你进去蹲着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你在这儿哭给我看有什么用？我不求您原谅我，我进去坐牢也是活该。但我求求您救救车队。如果分公司倒了，大头他们还有另外40多个兄弟全都要失业，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王大哥，求您了。王大哥，钱国威是个王八蛋，但他刚才有句话没说错。剩下的那40多个兄弟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明天要是不跑车，下个月的房贷和孩子的学费就断了。您昨天能连夜去救我们3个人，今天能不能再救救那40多个兄弟的饭碗？小李，去把店里所有的照明灯全打开，把大千斤顶推出来。好嘞，师傅，马上开灯。王老板，您答应了，太感谢了。费用的事儿，我马上让财务给您打款。慢着，活儿我可以接，但这活儿怎么干，得按我的规矩来。以前你们签的那种所谓降本增效的合同全部作废，我现在要跟你重新立个规矩。只要你刘总答应，并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我马上带人去排查。只要差1条，你们马上走人。您说，只要合情合理，我都答应。第一，排查过程中，只要我认定是大强气服换上去的不合格配件，不管是刹车片、机油还是胶套，全部当场销毁，必须换成具有国家3C 认证的原厂正品，更换费用1分都不能少，并且不收你3倍，只按市场正常价收取加急工时费。我不赚黑心钱，你也别想在我这儿省买命钱。应该的，100%同意。第二，从今以后，顺达物流和坚顿汽修的合作，绝不允许任何私人账户走账，所有配件的采购款、工时费，全部必须通过对公结算储蓄卡，直接打入我们汽修厂的公司账户。财务每一笔账必须要有发票和零部件采购溯源单，杜绝任何人再拿回扣的空间。王老板，您这是在帮我们公司堵管理上的窟窿啊！同意。第三，鹰嘴岭那3辆车的损失和违约金，你们公司不能让司机去背锅，并且长途驾驶是一把拿命在拼的活，你们公司必须给所有跑山路的司机每个月增加500块钱的高危路段安全津贴，这笔钱是对他们生命的尊重。同意这3条，马上签协议干活。王大哥，谢谢您。王老板，就冲您这3条规矩，我刘建成服了。没带公章，我今天拿身份证签私印也给您签了。以后顺达所有的车，只有进了您坚顿汽修的门，我才睡得着觉。开工，小李，拿工具箱上顺达的物流权。今晚就是把天熬亮了，也要把这47辆车的隐患给我全拔出来。师傅，您快来看，这他妈根本不是翻新，这是用工业胶水把2块薄的废刀片硬粘在一起凑厚度的。只要下坡温度一过200度，这胶水一化，刹车片直接就碎成2截了。丧心病狂！赵大强这王八蛋，为了抠那几十块钱的成本，简直是在给司机造棺材。大头，把你手底下的兄弟全叫过来，拿撬棍，把这10辆用过大强气服配件的车轮毂全部卸了，一个不留，全换原厂。兄弟们，听见王大哥的话了吗？这是在给咱们自己拆地雷，都动起来，搭把手，快！王大哥，这边的气式阀门我也按您教的排查了，有3个漏气的，是不是也得换？换。制动系统里的东西，只要有哪怕一丝裂纹，都不能上路。小李，去帕卡车上拿那箱备用的原厂气式模板过来。好嘞，马上到。
王老板，这些全是不合格的假件儿。刘总，你该庆幸你昨天晚上做了那个决定。这里面有13辆车用了胶水南河的刹插片，有50辆车转向拉杆换的是二手报废。如果今天早上这批车上了报高速，你们顺达物流明天就可以宣告破产清算了。王老板，不，王大师，您这是救了我们整个分公司几百号人的饭碗啊！从今天起，坚盾汽修就是我们顺达物流唯一的面检合作方。稍后财务就会把首期预付款和昨晚的加急费一分不少的打进您的对公账户里。钱的事按规矩办就行。现在让司机们吃口热饭，准备发车吧。王大哥，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兄弟们的地方，您一句话，我们这帮跑长途的赴汤蹈火。行了，别整这些虚的，上路多看后视镜，下坡提前降档，平安把货送到，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上车点火！师傅，判了！什么判了？大呼小叫的！本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机关发布的通告：大强汽服的老板赵大强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情节严重，数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200万元罚金。还有顺达物流那个前队长钱国威，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了3年零6个月，2个都进去了。对，真他娘的解气！这种拿咱们司机命犯回扣的人渣，判他7年都算轻的。师傅，您说的真对，老天爷的账本上一笔一笔记着呢。他们当初用低价把咱们赶走的时候多嚣张啊，结果才1个月，全进铁网里踩缝纫机去了。王大哥，我这跑完一趟拉萨回来了，车一点毛病没有，刹车杠杠的。今天路过，不修车，专程来给您送2瓶老家的酒。人没事，车就好，酒我收下，一会儿给你底盘打一遍黄油，算我的。王大哥，现在整个长途圈子里，谁不知道您坚盾汽修的招牌？大家都说别人修车是修铁，您修车是修良心。修车跟做人一样，捷径走多了，总有一天会遇到断崖。用劣质件能赚一时的快钱，但只有守住底线，这饭碗才能端得一辈子安稳。大货车的刹车片里藏着的不是成本，是人命，更是咱们手艺人的良心。师傅教导的是，手脚干净，心里踏实。行了，别废话了。小李，拿22的扳手，把老郭那辆车的胶套给换了，干活。